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马斯克虚拟世界。马斯克在2016年呢接受一个采访节目的时候就说这个世界呢不是虚拟的可能性低于10亿分之一。那马斯克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他说，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我们的游戏呢做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接近现实。那总有一天呢，我们会分不清楚哪个是游戏，哪个是现实。而到了那个时候呢，这样无法分清现实与虚拟的游戏会多达10亿个。如果那一天到来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现在呢就是这10亿个游戏中的一个，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呢，是现实的可能性就会低于10亿分之一。这样也就说明呢，平行宇宙是存在的，它就是另外一款游戏。有多少款游戏呢，就有多少款平行宇宙。但现实的世界依然是有的，因为所有的模拟的游戏呢都是按照现实的世界做出来的。但是现实呢就只有一个，剩下的都是虚拟的。其实早在2300多年前呢，就有人怀疑这个世界是虚拟的了。这个人呢就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了。柏拉图曾经在公元前390年写过一本书，叫做《理想国》。他在书里呢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叫做洞穴囚犯预言。假设有一群囚犯呢从来没有看到过外面的世界，把他们送到一个洞穴之中，绑住他们的手脚，让他们无法动弹，也无法转身，只能面对着洞内的墙壁。然后在他们的身后呢竖起一道墙，墙后呢点燃一堆火，然后就让人拿着各种各样形状的东西呢在这个墙上展示。这些东西的影子就打在这个洞穴壁上了。如果这些囚犯生来就看着这些图案长大呢，他们就会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些图案组成的。如果有一天一个囚犯从洞穴内逃了出去看到了这个真实的世界，发现和他从小看到的这个世界根本不一样，就会受到很大的震撼。然后他就会返回洞穴把这个事情就告诉洞穴里面的其他囚犯。那外面的世界是充满色彩斑斓的剩下的囚犯就会认为你说这个人就疯了，因为他们就坚信了这个世界其实是用影子来组成的。所以柏拉图就想用这个事情证明什么呢？他就是想证明，其实我们对于现在这个世界的认知有可能呢就是一场影子一样，跟这个洞穴人一样，是真实世界的物体呢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投影而已。而投影呢永远要比真实的世界缺少一些细节，而且暗淡一些，因为它只是影子嘛。所以呢，如果我们的这个世界是虚拟世界只是一个投影的话，那么真实的世界将会充满更多的细节和色彩。可是我们现在无法发现自己是在虚拟世界中因为只有在真实的世界去看过一次，你才能够发现这个世界是虚拟的嘛。如果别人告诉你的话，你肯定不会相信嘛，就跟那个洞穴人是一样的想法，就认为那个人疯了。那除了柏拉图以外呢，我国的古代也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也觉得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这个人呢就是庄子。庄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观念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就是庄周梦蝶嘛。庄周梦蝶呢，就是庄子在睡觉的时候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等他醒来的时候呢，又发现自己只是做梦。因为梦境比较真实呢，这个时候他就思考，我是梦到自己变成了蝴蝶的庄子呢，还是梦到自己变成了庄子的蝴蝶呢？就是他觉得自己分不清楚自己是蝴蝶还是庄子，自己是在自己的梦境中呢，还是在现实中。庄子的这个梦大家可能还不能够感同身受，但是这种情况我相信大部分人肯定都遇到过。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呢，做一个很可怕的梦，你想让自己醒过来呢，却发现自己怎么也醒不来，最后挣扎着醒了呢，但是一会儿呢又出现一个可怕的事情，才发现自己其实还没有醒，只不过是从上一个梦里醒了，这是一个梦中梦。直到最后呢彻底醒了，那个时候你又怎么确定自己是真的醒了呢，还是还在梦中呢？所以其实人是无法分清楚梦与现实的，所以现实呢可能就是一场梦境。其实最早呢就有人非常理性的讨论过这个问题，是瑞典的哲学家波斯特洛姆。他在2003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模拟假说。他说，一切的现实，包括宇宙、地球、人类以及我们的感受呢，一切其实都是被模拟出来的。我们有可能就是生活在一个超级电脑当中，而我们对这一切呢并不知晓。那他是怎么证明这个理论的呢？他就是用那种排除法。他说，证明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可能性只有3种。第一种呢，就是人类对创造虚拟现实有兴趣，很明显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研究和创造虚拟现实。第二种呢，就是人类的科技到最后都无法创造真正让人类不能够分辨的虚拟现实，目前这个还没有定论。
但是以现在的科技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的话，未来的某天人类是可以创造出让自己无法分辨真假的虚拟现实的。第三种呢，就是人类在创造出虚拟现实之前呢，就已经灭亡了。这个可能性目前还不好说嘛。如果这3种可能性都没有发生的话，那就证明这个世界不是虚拟的可能性就没有了。也就是像柯南一样嘛，排除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呢，就算它再荒谬，它也就是真相。虽然大部分人可能觉得接受不了这个情况，就像是人们刚开始不能够接受地球是圆的一样。所以这个世界是虚拟还是现实的这个问题呢，比人工智能有自我意识会不会毁灭人类更加严重。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不真实的，那其他的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呀。其实想要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并不难，因为如果是虚拟的世界，它就必定会存在 bug 嘛，终究会有一些不自然的地方存在。那找到这些地方，也许就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而目前呢，这个世界不自然的地方就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呢，就是光速不变。光呢，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它不仅速度不变，而且不可超越。那这个事情本身就很不物理由于光速在真空中的速度是不变的爱因斯坦就把光速作为他理论根据的基础。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的物理法则是基于一个很不符合物理法则的东西。但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这一切就可以解释了。因为任何系统都有一个运算速度的上限嘛。如果没有了上限，那就很容易引起系统崩溃为了防止这个事情的发生呢，创造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就设定了这么一个不讲道理的规定。而且速度有上限，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防止我们逃出银河系。第二点就是宇宙在膨胀。我们现在的宇宙不仅在膨胀，而且在加速的膨胀。更奇怪的是，它膨胀的速度超过了光速。这一点就更加证明了光速不可超越好像就是为我们设定的。因为人类无法超越光速那也就无法超越宇宙膨胀的速度，自然呢，我们也就无法探索到宇宙的边界了第三点就是宇宙没有边界。最开始人类以为天圆地方嘛，世界是有尽头的，就像是楚门世界一样。后来随着人类的进步呢，就发现地球是圆的，你怎么走都走不到尽头，看不到边，让你相信呢，世界就是个无限大的。当人类可以离开地球观测地球的时候呢，却发现还有太阳系，而太阳系呢，也不过是银河系中的一个小星系罢了。当我们对这个宇宙有了一定的了解呢，以为宇宙在大爆炸后产生就会有边界。等我们去观测宇宙边界的时候呢，却发现它在加速的膨胀，而且膨胀呢，就说明在外面是没有边界的。比如将一个气球放在盒子里吹那这个气球的大小就取决于这个盒子的大小嘛，而放在外面吹呢，这个气球的大小则取决于气球本身了。也就是说，宇宙可以膨胀说明外围并没有一个盒子限制它。当你以为你可以发现它的边界的时候外面又有一层空间让你一直找不到边。当你以为宇宙有边界，它就开始加速膨胀，不让你看到它的边界。那我们把以上3个观点结合起来看呢，宇宙在加速膨胀，而我们的速度又不能超过光速，那宇宙又没有边界，这些仿佛都印证有东西就不想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了。而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一个就证明地球是一座监狱，也就是说地球监狱说嘛，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地球你是出不去的。当我们可以离开地球的时候呢，就发现出不去银河系。当我们以为发明光速飞行器飞出银河系的时候呢，宇宙加速膨胀超过了光速。这一切都明确的就告诉我们放弃抵抗吧，无论如何你们就出不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惧怕我们出去，或者是害怕我们发现真相。就比如我们是一个动物它只需要让地球是圆的，那我们永远就不可能出去了。但是我们有智慧就像我们担心人工智能有意识一样，它害怕我们一旦了解了世界的真相，或者从宇宙中出去了，对它造成伤害或者是威胁。那第4点就是宇宙其实不是连续的。其实不光宇宙不是连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连续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由原子组成的，所以实质上我们是由一个点组成的。按道理呢，我们应该就是半透明的，但是因为原子太小呢，而组成我们身体的密度太高，我们的眼睛分辨率太低，无法看到。不光是我们人类宇宙的万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所以事实上整个宇宙都是断片化的。而这种断片呢，就非常符合于计算机系统的特征。比如说计算机系统模拟的世界本质上就是010101这种数字组成的，所以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被这样模拟出来的。回到刚才的问题呢，既然我们的身体是原子组成的，空气也是由原子组成的，
那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会和空气融合在一起呢？因为虽然我们是由原子组成的，但是原子组成后形成分子，当形成分子后就具备了物质属性和化学属性。那这种属性就决定了皮肉不溶于空气，不溶于水。那么分子具备这种化学属性和物理属性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信息嘛。所以根本上呢，宇宙就是由原子和信息组成的。信息决定了这些原子组合在一起就是空气，这些原子组合在一起就是皮肤。那如何把物质和原子分开呢？目前猜测的方法就是把一个东西放在黑洞里面，当一个东西进入黑洞之后呢，因为黑洞的强大引力把这个东西会拉成原子状态，而信息呢也就分离了。这也就说明了人类本身只不过就是一个信息的载体而已。第5点呢，就是量子物理让我们脱离宇宙呢，回到微观世界，回到量子世界。在量子世界里呢，一切的事物都是不确定的。当我们观察它的时候呢，它就确定了。比如光呢，既有粒子状态也有波形状态。当我们以粒子形式观察它的时候呢，它就是粒子形态；当我们以波形形式观察它的时候呢，它就是波形形态。这一点就非常符合虚拟世界的特征。在虚拟世界中为了减少运算和服务器的负担呢，往往呢并不是将所有的地方都渲染，而是你看哪里呢就渲染哪里，你不看呢它就不渲染。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而且不会有违和感。其实科学家很早就意识到了宇宙万象呢就像是一部精密的机器。20世纪初期的量子力学崛起之后呢，改变了人们对物质结构以及其相互作用的认知。所以量子力学得以解释了许多现象和预言新的无法直接想象出来的现象。这些现象后来呢也被非常精确的实验证明。我们是否想过如果我们真的是生活在高等意识文明创造的程序我们都是虚拟人物，那么人类生命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当西方还在借助科学仪器才能够不断探索的时候其实早在8000年前伏羲时代的大道文化呢已经更为详细的了解了这些宇宙的现象。这些知识流传至今呢，成为了华夏文明的祖根文化。那华夏远古时期就有天人合一的理念为核心的全息思维了，是能够连接贯穿不同维度认知的。流传到现在呢，比较为人所知的部分呢，主要集中体现在4套哲学的符号系统当中，比如说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律历这4套哲学符号的形成呢，是建立在古人对天体活动和万物顺应天体运行的变化的虚体认识上的。伏羲手捧八卦的形象呢，只是一种寓意。先天八卦演变为64卦，是以天干地支组成的。那伏羲当年传承下来的知识呢，就是以28星宿为基础往下讲的。28星宿呢，是宇宙下演能量跟业力或者是物质能量。为了让所有的人不至于进入到一种混乱的状态呢，就将这些活动分化出了很多个类型。那这些类型当中农耕文化呢就是其中一类。比如农耕文化呢是28星宿下演的同时呢，又是以人八卦演化的64卦的形式呈现出来推算的。在推算当中呢，以12地支呢分为12个月，又分出了24节气。这些节气对应的就是我们星球空间当中所有植物都有生发收藏的规律，对应不同的节令的气，不同的种子呢在不同的季节要发芽下种，要如何去做，这些都整理成了一系列的内容，包括植株的密度耕种的方法收割的时间酿造和储藏呢，这些都是农耕文化当中的一些内容。这一块的知识呢，当时就传达给了下面的所有人。不同的季节种植不同的谷物，然后不同的瓜果所以有一块地呢，人就能够生存。而决定游戏剧情框架的代码呢，就是我们个体投射到地球的这个3维世界的出生时间和地点。命理既可以根据这个代码解读每个玩家的性格、健康、智慧、名望、权势、财富等。出生时间和地点就决定了本命的框架。人体本身呢，既是一个与大宇宙对应的小宇宙的能量场。那不同的地理时节天象转换，使这个大宇宙天体的能量变化与这个小宇宙的能量场产生了关联的影响，所以就决定了个体当下的能量气运，从而就引发了概率极大的事件，由此就产生了人生运势的高低起伏，这也就是命和运了。而前世今生来世呢，指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虚拟宇宙系统当中的每一局的人生。每一局的游戏呢，都会重新开启人物角色。虽然呢，经历人物的记忆呢不会被保留，但每一位玩家的前世游戏当中所累积的善业和恶业呢，
都决定了此生命运的剧情的框架。这个命运的目的呢，就是在游戏当中啊，当28星宿下眼对应的个体的灵魂意识的业力能量转化为高维度的灵性能量，经历无限次的轮回，直至业力转化完成即可通关。最后呢，就离开轮回游戏重返高维世界。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宇宙系统里边也有像游戏电脑类似的角色参数。简单一点，就比如说一个能量数值呢，就可以代表角色的特点和使命方向；一个动物的图腾也可以代表角色的特点和层次；还有能量的颜色也可以看到角色能量的起伏状态。就像近几百年来呢，人们才陆续的发现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但奇怪的是世人赐予这些行星的名字都那么的符合星盘或者是更高维度对应的设定，所以肯定不是什么随机的偶然事件，更像是编程已经就设定好了的，在一定的时间呢，来向世人揭示这些编程的规律。当今世人发明了电脑编程游戏不也正是提示人们准备好接受宇宙编程的概念吗？还有第6点是宗教。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那肯定存在一个创造了我们的智慧生命吧。这个智慧生命到底是谁呢？从哪儿来？这些我们暂时都不考虑，我们只要证明他们是存在的，那就大概率可以说明我们这个世界是虚拟的。其实一个事件就可以证明他们存在的，那就是宗教了。人类自诞生以来呢，就有宗教，而宗教根本上就是对上层的信仰嘛。那宗教里提到的神，提到的造物主，根本上他们就是上一层呀，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我们人类不是被别人创造的，我们会去思考谁创造了我们吗？而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在想一定有创造我们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的造物主，就是我们的神，就说明我们这个世界被创造的时候就已经灌输了这个思想，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当然有可能是古人有见过上一层的人，所以他们告诉后人说我们其实是被上一层创造的，而我们没见过而已嘛。那有宗教的存在呢，就间接的证明了其实有上一层的存在。如果真的有上一层我们大概率呢就是生活在虚拟世界里的。那总结来讲呢，就是我们的人好比就是提线木偶，是由这些高维管理者呢在背后操纵着的，来演出我们的人生的悲欢离合的戏剧。他们在导演的主使下呢，运作宇宙的游戏系统。而真正我们这个灵在躯体的物质展现当中也只是个观察者。任务呢就是配合物质能量收集和转化的过程，目的呢就是将物质能量整合转化成灵性能量，然后呢离开轮回游戏，重返高维世界。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